我小时候，我也把家里养了28年的老山羊杀了。我奶气得直跺脚。他说：“老山羊已经成精，有了人的意识，你怎么敢杀它？”我爷阴沉着脸冷冷地说：“晚上有人来，不能让他们饿肚子。”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爷变得很冷漠，对家里人也没啥感情。我奶气得直跺脚。他大声说：“我看你是疯了，咱家住在半山腰上，又赶上大雪封山，咋可能有人来？”我爷像是没听见我奶说话，他拿起刀给老山羊剥皮。我奶气得去抢刀，可他力气小，根本抢不过我爷。我爷把我奶推开，差点把我奶推倒。他冷着脸说：“快去烧锅热水，天黑之前必须把羊肉炖好。”我奶皱紧眉头，他好声好气地说：“老头子，这老山羊邪性，不能吃，你听我一句劝，快把老山羊当人一样下葬，给他取名刻墓碑，求他原谅。”这事才算完。我爷皱紧眉头，冷着脸说：“想活命就听我的。”我爷说完这话，就把羊皮扒了下来。他把羊皮挂在晾衣绳上，风一吹，一股难闻的羊膻味，还夹杂着血腥味。我奶站在原地叹了口气，他知道我爷脾气怪，根本拦不住我爷。我奶把我领进仓房里烧热水，他抓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元福，你听奶的话，晚上咱不吃羊肉，一口都不吃，只要你听话，奶就领你进城买烧鸡买糖球吃。”我点了点头，见我答应，我奶眉头稍微舒展开，他又嘱咐道：“一口都不能吃，肉汤也不能喝，一口都不能喝。”我小声说：“奶奶你放心，我不吃羊肉也不喝羊汤，我害怕老山羊。”我爷杀老山羊的时候，我看见了，那老山羊很邪性，看我爷的眼神像是在琢磨我爷，他根本不像一只羊，更像是一个人。我话音刚落，我奶就变了脸色，他紧紧把我抱住，在我耳边小声说：“元福，离你爷远点。”我点了点头，知道了。我话音刚落，我爷就抱着半盆羊肉进来，他脸上身上都沾了山羊的血。我爷说：“热水烧好了吗？”我奶干笑两声说：“烧好了。”我奶把锅盖打开，锅里的水冒着热气。我爷把半盆羊肉倒进锅里，又嘱咐我奶任何调料都不要放。我奶愣了几秒，说道：“盐也不放。”我爷点了点头。我奶困惑地问：“不放盐，人能吃得下去吗？”我爷眯了眯眼没说话，他转身去了院里。眼看着天黑了下来，院里又飘起来雪花，很冷。我奶把煮熟的羊肉装进盆里，羊肉很香，我下意识地咽了口水。我奶看见我咽口水，她生气地说：“元福，这一口都不能吃。”我点了点头。我奶怕我偷吃羊肉，她领着我去了院里。我爷正在院里抽烟。我奶说：“老头子，羊肉煮好了，咋不见人来？”我爷抽了2口旱烟，说道：“人来了。”我爷话音刚落，我就听见院门口有脚步声，借着月光，我看见一个女人进了院。女人面色惨白，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，很瘆人。要不是她有影子，我还以为是看见了鬼。我奶也被女人的长相吓了一跳，她好声好气地说：“姑娘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我家？”女人可怜巴巴地说：“婶子，大雪封山，我和我男人走散了。我在半山腰上看见远处有亮灯的地方，就朝着亮灯的地方走过来。我已经2天没吃饭，我好饿。”女人说我好饿3个字的时候，明显用力，她的眼睛瞪得老大，眼里的血丝变得更红，红的滴血，活脱脱一个吃人的恶鬼。我被吓了一跳，急忙躲到我奶身后，紧紧抓着我爷的衣服。女人脸上挤出一个笑，她迈着小步往前走了几步，笑眯眯地问：“婶子，我好饿，想吃熟的羊肉，你家里有吗？”女人说话的语气很怪，像是在威胁，又像是在期待，仿佛不给她吃羊肉，她就要吃人。我奶被女人吓到，半天没反应过来，眼看着女人就要走到我奶面前，我爷冷着脸说：“羊肉在锅里。”我爷说完这话，就把半盆羊肉端了出来，羊肉还冒着热气。女人看见羊肉，先是一愣，然后笑呵呵地说：“这半盆羊肉不够我吃，我可是足足饿了2天。”我爷冷眼看了女人一眼，只有半盆羊肉。我爷说完这话，就把半盆羊肉放到地上。女人突然跪在羊肉面前，用手抓起羊肉就往嘴里送，就连羊骨头都放进嘴里嚼碎，几块大的骨头嚼不碎，她就直接生吞下去。我奶皱紧眉头，她把我爷拽到旁边，小声说：“老头子，我看这姑娘不像人，倒像是饿死鬼。”我奶话音刚落，女人就愣住，她猛地抬头看向我奶，看我奶的眼神透着邪性，她朝着我奶咧嘴笑了笑，嘴里漆黑一片，像是个黑洞。这女人竟然连一颗牙都没有。我奶慌了，不敢看女人，她扭头看向我爷，我爷抽了2口旱烟，冷声说：“老婆子，把西屋收拾出来，让月秀住1晚。”我爷话音刚落，我奶就愣住，随即问道：“谁是月秀？”我爷指了下女人，她不耐烦地说：“快把西屋收拾出来。”我奶皱起眉头，生气地说：“你们认识？”见我奶生气，我爷变得更生气，他甚至推了我奶一下：“快去！”我爷话音刚落，女人就笑出声，她笑声像是鬼笑，很空灵。她已经把半盆的羊肉吃干净，此刻正抱着铁盆，用舌头舔铁盆上的碎肉。她的舌头很长，舌头尖处还有个缺口，看起来像蛇信子。我奶生气地说：“我不去，要收拾你去收。”我奶说完这话，就要领我进东屋。我爷急忙把我奶拦住，他恶狠狠地说：“你去收拾屋子，快去！”我爷说话的样子很吓人，仿佛我奶不听他的话，就要把我奶活活掐死。我奶不敢不听，他生气地去了西屋，很快又从西屋出来，他恶狠狠地说：“刘老七，我看你就是在作死。”我奶话音刚落，女人就凑了过来，她笑呵呵地说：“婶子，刘老七是个蠢货，对你不好，要我说就该把他杀了。”不知何时，女人手里多了一把尖刀，她把尖刀递到我奶手里，我奶接了尖刀，恶狠狠地看着我爷，看我爷的眼神像是在看仇人。女人又发出瘆人的鬼笑，她围在我奶身边，嘴里小声嘀咕着：“杀了他，快杀了他！这样的男人留着也是祸害。”女人越来越怪，她说话的语气也越来越狠，眼睛里泛着红光，活脱脱一个女鬼。我爷阴着脸看着女人说：“西屋已经收拾干净，留你住1晚，明早你就下山吧。”女人恶狠狠地瞪了我爷一眼，转身进了西屋。我奶拿刀的手突然松开，刀掉在地上，发出刺耳的声响。我奶皱
皱紧眉头，他困惑地说：“刚才出啥事了？”我奶话音刚落，我爷就说：“进屋说。”我们几个人进了屋，我爷把门关上，小声说：“今天晚上西屋的女人会来敲3次门。第一次，她会找元福，让元福帮忙把西屋的水缸填满水。”没等我爷说完话，我奶就开口说：“不行，元福晚上不能出屋。西屋的女人到底是谁？她来咱家干啥？要我说，就快点把女人赶走。那女人身上透着邪性。”我爷深吸了口气：“老婆子，要想活命，就听我的。”我爷说完这话，又看向我：“元福，西屋的女人找你打水，你就把西屋的水缸装满。无论你看见什么，听见什么，你都不要出声。记住，3桶水就能把水缸装满。打完3桶水你就回来，无论女人如何留你，你都要回来。记住没有？”我点了点头，记住了。我话音刚落，就听见咚咚咚的敲门声，门外传来女人空灵的声音：“叔，我口渴，缸里没水了，我想让元福帮我打点水喝。”女人话音刚落，我奶就变了脸色，她紧紧抱着我不松手：“不行，不能让元福去，我不同意。”我爷皱紧眉头说道：“你快松手，元福要是不去，女人就会闯进屋，咱们都别想活。”我爷话音刚落，我奶就掉了眼泪，她埋怨道：“老东西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元福是咱亲孙子，门口的女人明显不对劲，你还让咱孙子去送死，我看你是疯了。”我奶话音刚落，门外又传来女人的声音，女人明显不高兴：“叔，我口渴，快让元福帮我打点水喝。”我爷皱紧眉头，他的力气把我奶大，他从我奶手里把我抢过来，他嘱咐道：“元福，记住我说的话，快去。”我爷说完这话，就抱着我下了土炕，他把东屋的门打开，把我推了出去。屋外很冷，女人的手搭在我脖子上，她蹲下身，笑呵呵地问：“元福，你几岁了？”女人说这话的时候，我闻到一股难闻的羊膻味，很臭。再看，女人的眼睛已经变成横筒，和老山羊的眼睛一模一样，正死死地盯着我看。我被吓得腿软，整个人瘫坐在地上。女人见我害怕，她笑呵呵地问：“元福，你几岁了？”女人在故意引我开口说话，我急忙用手捂住嘴，不让自己出声。女人见我不说话，脸上的笑瞬间凝固住，阴冷地看着我，看得我头皮发麻。我不敢再看女人，我害怕看见更可怕的东西。我把脸扭过去，不看女人，从地上爬起来，朝着水井旁边走。我刚走到水井旁边，女人就从后面抓住我肩膀，她的手惨白，像是女鬼的手。女人笑呵呵地说：“元福，你先别急着打水，先跟我进屋坐会，我给你拿糖吃，你别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”我的心猛地悬到嗓子眼，身上都是虚汗，衣服已经湿透了。女人见我不说话，她又推了推我肩膀，轻声说道：“元福，我手里抓着一把奶糖，你快回头看看。”我无视女人的话，把水桶扔进水井里。女人见我不理她，她就凑到我面前，我急忙把眼睛闭上，我不敢看女人的脸。就在刚刚，我已经在水井里看见了女人的脸，那是一张扭曲破碎的脸，眼睛里流着2行血泪，满脸的愤恨让人害怕。我根本不敢近距离看女人，我怕我会控制不住的喊出声。我知道女人就在我面前，并且在死死盯着我看，我不能睁开眼睛。我凭借打水的习惯，闭着眼睛把水桶提了上来，我拎着水桶就朝西屋走，女人就跟在我身后。快要到西屋门口的时候，我把眼睛睁开，西屋黑漆漆的，一点光都没有。明明今晚有月光，可月光就是照不进屋里。我记得西屋的水缸在西屋土炕旁边，我还得往西屋里走。我很害怕，害怕会遇到可怕的东西。女人像是看出我的害怕，她在我身后笑呵呵地说：“元福，屋里黑，用不用帮你把灯打开？”女人还在引诱我说话，我咬了咬牙，提着水桶进了西屋。西屋黑漆漆的，我只能凭借记忆摸索着往屋里走，可平常只有几米的距离，现在却像是无底洞没有尽头。我往前走了很多步，但就是没摸到水缸。我很急也很害怕。我身后突然又响起女人的声音：“元福，我好渴，快给我喝口水。”女人说话的声音很急，像是我不给她喝水，她就要抢。我爷说过，3桶水才能把水缸装满，水桶里的水不能给她喝。我没搭话，继续在西屋摸索着。突然，我摸到了灯的开关，我很高兴，把灯打开就能看见水缸了。啪的一声，我把屋里的灯打开。灯打开的瞬间，我就看见女人坐在水缸上，正恶狠狠地盯着我看，像是要把我生吞活剥了。我仗着胆子走到水缸旁边，把水倒进水缸里。我拎着水桶又去了院里。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，女人竟然没跟着我出来。我把水打好，拎着水桶进屋，女人就站在屋里，冷冷地看着我。我把第2桶水倒进水缸里，就急匆匆地去打第3桶水。我刚把第3桶水打好，女人就跟了出来，但她没跟着我，而是把晾衣绳上的羊皮拽了下来。她拎着羊皮进了西屋，我来不及多想，就拎着水桶进了西屋。我把第3桶水倒进水缸里，刚想离开就被女人拦住。女人挡在门口，面色惨白，笑呵呵地说：“元福，别走，我用羊皮给你缝件冬衣，你用手摸摸，这羊皮很软。”女人把羊皮递到我面前，让我伸手摸。我把2只手背到身后，又往后退了2步。女人身上的羊膻味太重，熏得我难受。我爬上土炕，想从窗户逃走，可女人死死抓住我的脚腕，她阴森森地说：“元福，别走，留下来。”女人的声音阴冷，让我汗毛竖起。我不敢刺激女人，我害怕她把我掐死。我乖乖地下了土炕。女人肉眼可见的高兴，她把羊皮披在我身上，咧嘴笑了笑。她笑起来的样子很瘆人，尤其是她还一直盯着我笑。女人突然把我抱在怀里，还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。她小声说：“元福，我是你亲娘，你快应一声，娘好带你走。”女人说完这话就掉了眼泪，看起来很可怜。她那张原本充满怨恨的脸，此刻又充满了委屈。我的娘，我自生下来就没见过我娘，从小就养在山里，但我在梦里好像梦见过这女人，甚至梦见过今天发生的事。我用手揉了揉头，我的脑子很乱。见我不说话，女人把我抱得更紧了。女人哭着说：“元福，你快醒醒，娘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你的，你快回一声，你说句话，娘就能带你走，你快说呀。”女人摇了摇我的身体，
我看着可怜的女人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感觉难受。我下意识地伸出手去给女人擦眼泪，女人的脸很凉，那种刺骨的凉，像是冬季水井里的水，冰冷刺骨。女人哭着说：“元福，你快回娘一声，娘带你去镇上生活。你爷你奶都是骗你的，你是被拐来的。难道这女人真是我娘？我从生下来就没叫过娘，娘这个字一直埋在我心里。我一直想叫娘，但不知道叫谁。我的嘴唇微微颤抖，我刚要叫娘，就听见一声公鸡叫，我像是被人狠狠打了一下，整个人身体晃了一下。只见女人蹲在我面前，张着血盆大口，正恶狠狠地盯着我看。哪里是我的娘，分明是想吃掉我的恶果。我被吓了一跳，猛地推开女人，朝着东屋跑。女人紧紧追在我身后，我身后传来了的鬼叫声，鬼在追我。我拼了命往前跑，东屋的门开着，我跑到东屋门口，我爷把我拽进屋，砰的一声，我爷把门关上，我被吓得半死，瘫坐在土炕上。要是没有公鸡叫，我早就被女人吃了。我哭着说：“她不是人，她是鬼。”我奶拍了拍我后背，她焦急地说：“老头子，等天亮，咱就去请道士驱鬼。”我爷皱了皱眉头说道：“她不是鬼。”我奶困惑道：“她不是鬼，那是啥？”我爷抽了2口旱烟，干咳2声：“老婆子，西屋的女人还会来敲门，这次她来找你帮忙缝羊皮衣服，记住，只能缝8针，缝完8针你就回来，无论女人如何求你，你都要回来。”我爷话音刚落，我就说：“刚才女人哭着说她是我娘，要带我走，让我和她说话，我差点叫她娘，多亏我听见大公鸡叫。”我奶摸了摸我的头，满眼担心地看着我：“老头子，这到底是咋回事？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”我爷把脸扭了过去，不看我奶，他说：“想活命就记住我说的话。”我爷话音刚落，就听见敲门声，咚咚咚，女人又来了。门外传来女人空灵的声音，她委屈巴巴地说：“婶子，我好冷，求你帮我做件冬衣。”我奶皱紧眉头：“老头子必须得去吗？”我爷叹了口气：“记住我说的话，缝完8针就回来，千万别留在西屋。”我奶问道：“留在西屋会出啥事？”我爷皱了皱眉头，小声说：“会惨死。”我爷话音刚落，我奶就瞪大了眼睛：“我不去，门外站着的就是鬼。”我爷说：“你要是不去，他就会进屋，咱们都得死。”我奶紧紧抓着墙：“我不信，咱们把门堵上，我不信他能进来。”我奶话音刚落，门外又传来女人的声音，明显的不高兴，她阴森地说：“婶子，快出来，我快冻死了。”我爷抓住我奶的胳膊，把我奶拽下土炕，焦急地说：“来不及了，快按照我说的办，只要熬过今晚，就再也不受这苦。”我奶愣了几秒，没等她说话，我爷就把她推了出去。我奶出了屋，使劲敲门：“刘老七，快把门打开！”我爷在屋里叹气，急得直跺脚。门外传来女人的声音，她可怜巴巴地说：“婶子，天冷了，快给我缝件冬衣。”门外传来我奶的叫声，她的叫声很刺耳，像是受了什么惊吓。我急忙爬到窗户旁边，就看见我奶瘫坐在地上，嘴里大喊着：“鬼鬼啊！”女人歪着脖子朝着我奶发笑，她笑的肩膀都在发抖，笑声瘆人。我爷握紧拳头，他用拳头使劲砸玻璃，发出砰砰的声响。我奶已经被吓傻了，她从地上爬起来，使劲拍着窗户喊：“老头子，快把门打开，让我进屋！”我爷用手指着西屋，示意我奶进西屋。我奶哭着说：“快把门打开！”我奶话音刚落，女人就凑到我奶身后，她贴在我奶耳边说：“娘，我是月秀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”女人话音刚落，我奶就愣住，她扭过头看女人，女人眼睛动了一下，面色惨白，她拉着我奶的手说：“娘，水井里好冷，你给我做件衣服吧。我小时候听村里人说过，我有个姑姑，刚出生的时候就死了，连名字都没取。”这女人明显是在骗我奶。我说：“爷，她在骗我奶，我奶有危险，开门让我奶进屋吧。”我爷皱了皱眉头说道：“你奶胆子小，8成是凶多吉少。”我爷说完这话，就捂住我的嘴，不让我出声。女人又把手搭在我奶肩膀上，可怜巴巴地说：“娘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把我忘了吗？”女人话音刚落，我奶就哭出声，她边哭边说：“月秀，娘对不起你，娘这就给你缝衣服。”见我奶答应，女人脸上露出得意的笑，她拉着我奶的手就朝西屋走，边走边说：“娘，晚上别走，咱娘俩说说话。”女人和我奶进了西屋，西屋的灯亮着，我爷叹了口气，神色复杂。我说：“爷爷，我奶咋办？”我爷摸了摸我的头说道：“元福，你奶被西屋的女人迷了眼，没救了。我奶对我很好，一想到她会出事，我就忍不住哭。真没办法救我奶了吗？”我爷皱紧眉头：“办法倒是有，但很危险。”我立刻问道：“啥办法？”我爷说：“元福，你是童子身，只有你才能救你奶。”我焦急地问：“怎么救？”去西屋把你奶喊醒，等你奶缝衣服缝到第8针的时候，就把你奶喊醒，把她领回来。我愣了几秒，脑子里都是女人可怕的样子，我很害怕，但我也不想我奶死。就在我纠结的时候，一个声音从喉咙里发出：“爷爷，我去喊我奶。”我愣了几秒，这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吗？就在我感到困惑的时候，我爷说：“元福，忍一忍，等熬过今晚就好了，再也不受这苦。”我爷说完这话，就从柜子里拿出一碗血，这是老山羊的血，我亲眼看见我爷放进屋的。我爷把老山羊的血抹在我脸上，老山羊的血很腥很臭，很难闻，我干呕了几声，差点吐出来。我爷抓着我的肩膀嘱咐道：“元福，记住，等你奶缝到第8针的时候，就把你奶喊醒，把她领回来。”我点了点头。我刚出东屋，院里就下起鹅毛大雪，风很大，吹得我睁不开眼睛。我顶着风雪进了西屋，我奶和女人都坐在土炕上，我奶手里拿着针线在缝羊皮，已经缝到第6针。我说：“奶奶。”我奶像是没听见我说话，她还在低头看羊皮。我凑到我奶身边，推了推我奶胳膊，我奶眼神呆滞，像是丢了魂，嘴里念叨着第7针。女人可怜巴巴地说：“娘，快缝衣服，我快冻死了。”我看向
女人。女人朝着我嘿嘿一笑，眼神里带着奸诈。我拉着我奶的手大声说：奶奶你快醒醒，快跟我走。我话音刚落，女人就变了脸色，她凶狠地看着我，吓得我大气都不敢喘。女人阴冷地说：元福把灯关了，我给你糖吃。女人的脸变得扭曲，她很愤怒，但她没有伤害我，只是恶狠狠地看着我。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直接掐死我，难道她害怕我脸上的山羊血？就在我感到困惑的时候，我奶的眼睛动了一下，像是梦魇般，她在挣扎。女人也察觉到我奶的变化，她可怜巴巴地说：娘快缝呀，我快冻死了。女人的声音空灵渗人，她眼睛里流出来的不是眼泪，而是血。她的表情也不是可怜，而是凶狠狰狞，如同恶鬼。只有她的声音可怜巴巴的，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我抓着我奶的胳膊说：奶奶快醒醒，我小姑早就死了。我奶的眼睛缓慢地动了一下，她拿针缝了第8针。女人咧嘴笑了笑：娘，你缝的衣服真暖，就是衣袖的位置没缝好，你再缝1针。我紧紧抓住我奶的手，大声喊：奶奶不能缝了，你快醒醒。我的喊声很大，墙上的土都被我震了下来。女人凑到我身边，恶狠狠地盯着我看，像是要把我生吞活剥。我顾不上害怕，脑子里只想把我奶喊醒。我继续朝着我奶喊：奶奶快醒醒吧，你快醒醒。我紧紧抓着我奶的手，指甲已经扣进我奶的肉里。我奶像是意识到疼，她扭头看了我一眼，像是找到了魂儿。我说：奶奶已经是第8针了，快跟我走。我奶瞪大了眼睛，低头看缝的羊皮，羊皮上有血，还散发着难闻的羊膻味。我奶猛地把羊皮扔开，她抓着我的手说：走，快回东屋。见我奶醒过来，女人急忙拦住我奶的去路，她皮笑肉不笑地说：婶子，衣服还没缝好，你再缝1针，缝1针我就让你走。我奶瞪了女人一眼，没说话，她拉着我就出了西屋。屋外的雪已经下了1尺深，我奶抱着我进了东屋，那女人就站在西屋的门口，死死盯着我们看。进了屋，我也把我脸上的羊血擦干净，她肉眼可见的轻松。我爷笑着说：熬过今晚，咱们家就再也不受苦了。我奶说：老头子，你这话到底是啥意思？我爷笑了笑：等天亮我就告诉你。我奶叹了口气，刚才还真是凶险，要是没有元福，我就死了。我爷点了点头，多亏了元福。我奶问：西屋的女人还会来吗？我爷说会来，她还会来找我。我奶皱紧眉头：老头子你要小心呐。我奶话音刚落，就传来敲门声，紧接着传来女人空灵的声音：叔，我放在房梁上的刀不见了，求你帮我找找。我爷皱了皱眉头，他从柜子里拿出一把斧头。我奶小声说：老头子你这是？我爷冷着脸说：杀羊。我爷说完这话，就把东屋的门打开，借着月光，我看见女人的影子，竟然是一只站立的老山羊。我爷拎着斧头就出了屋，还把屋门关上。门外传来女人的声音：叔，就在西屋，你快跟我来。女人说话的声音很柔，像是在诱惑我爷。我爬到窗户旁边，借着月光，我看见我女人缠绕在我爷身边，手摸我爷的脖子，很是妖媚。我爷面无表情，他径直朝着西屋走，女人就挂在我爷的肩膀上，甩都甩不掉。很快俩人进了西屋，我奶皱紧眉头，很是担心我爷，眼睛一直盯着西屋看。突然西屋的灯灭了，我爷从西屋出来，他身后跟着女人。女人紧紧抱着我爷，妩媚地说：叔，快进屋，外面天冷。女人的表情狰狞，只有声音妩媚，活脱脱一个女鬼。我爷从身后拿出斧头，一斧头砍在女人的脖子上，女人嘴里发出刺耳的羊叫声，咩咩咩，这声音瘆人。女人的脸也变得扭曲，她想跑，却我爷死死按住。我爷举起斧头连着砍了10几下，女人被砍死，血溅了一地。我奶急忙把东屋门打开，她说：老头子，这是算完了。我爷摇了摇头，明个一早，女人的男人会来咱家。我奶顿时愣住，他男人，那这可咋办？我爷说：先把女人埋了，埋在雪里。我爷说完这话，就把女人堆成雪人，放在院里。我奶皱紧眉头说道：老头子，你把女人的尸体放在院里，太不安全了，还是抬到后山埋了吧。我爷摇了摇头，必须放在院里。我爷像是在遵守某种规则，按照规则做事。我奶叹了口气，明个一早，他男人来找，咱咋说？我爷说：把剩下的半头羊煮了，不放盐，等男人来就给他吃羊肉。他要是问起女人，就说从来没见过，他会在咱家院里找女人，等他找到女人就把他打死，一定要等他找到女人才能把他打死。我奶咬了咬牙，发狠地说行。第二天一早，天刚亮，我家院里就进来个男人，男人很高很壮，一脸的横肉。男人声音粗犷，开口说：叔，大雪封山，我已经2天没吃东西，快拿羊肉出来给我吃。男人虎背熊腰，但长了一张山羊脸，脸又长又细。我爷从仓房里端出半盆羊肉，他把半盆羊肉放到地上，男人坐在地上，用手抓羊肉吃。很快男人就把盆里的羊肉吃干净。男人吃完羊肉开口说：叔，我和我女人走散了，你们见过我女人吗？我爷摇了摇头，没见过。我爷话音刚落，男人突然上前2步，抓住我爷的手腕，他把我爷的手腕拽到鼻子前，仔细的闻了闻，他阴沉沉地说：你把我女人杀了，我闻到她的血味了。男人话音刚落，我奶就变了脸色，他想开口说话，我爷就示意他闭嘴。我爷看着男人说：我家住在半山腰，经常有路过人的来借宿，我还真记不清了，要不你在我家院里找找。男人的眼珠子来回转了2圈，他把我爷的手松开，阴森森地说：要是让我找到他，你们都别想活。男人说完这话就进了我家东屋。我爷和我奶对视一眼，我奶说：老头子，那男人长得虎背熊腰，咱俩如何杀他？我爷说：老婆子你别急，跟我进仓房。我爷领着我和我奶进了仓房，仓房里有一堆骨头，这些骨头都是老山羊的骨头。我爷拿起一块尖锐的山羊骨头，把这块骨头磨锋利，就能杀了男人。我奶急忙拿来磨刀石，我爷把羊骨头放到磨刀石上磨。我奶说：老头子，磨羊骨头的声音太大，要是被男人听见能行吗？我爷说不用管，他现在只会找女人。我爷话音刚落，男人就进了仓房。男人像是没看见我们似的，他在仓房里翻了好久，就连房梁都没放过。男人翻完房梁，又去翻西屋。我爷把山羊骨头磨好，就去了院里。男人从西屋出来，一脸的阴险：老头，我女人在哪？男人就站在雪人旁边，距离雪人不过半米的距离。我爷眯了眯眼：我记不清了，我没见过你女人。男人愤怒
愤怒地说：“你胡说！”我爷咧嘴笑了笑，他像是在故意激怒男人。他用手指着男人说：“那是你女人吗？我看你是在说谎，你根本没有女人。”我爷话音刚落，男人就变了脸色，他恶狠狠地瞪了我爷一眼，然后抬起脚狠狠踢了旁边雪人一脚，雪人被踢出一个窟窿，窟窿的地方流出一片血。仔细看，女人的半张脸露了出来，因为是冬天，女人的尸体没有腐烂，还很完整。女人死不瞑目，正死死盯着我家院看。男人看见女人的尸体，先是一愣，然后咧嘴笑了笑，他把血弄干净，露出女人完整的尸体。我爷手藏在背后，手里紧紧握着山羊骨头，他迈着小步朝男人靠近。男人诡异的笑了笑：“你们都别想活。”男人说完这话，就换了张脸，像是厉鬼，他朝着我爷扑了过来。我爷举起老山羊的骨头，插进男人的脖子里，男人晃了2下就倒在地上。我爷脸上露出笑：“都嘎了，都嘎了。”我爷话音刚落，地上的2具尸体变得模糊，突然都消失了。我乃瞪大了眼睛：“老头子，这是咋回事？”我乃话音刚落，就看见我家东屋的房顶上滚下来一块牌匾，上面写着山妖屠夫。我爷笑着说：“老婆子，咱们再也不用受生离死别之苦。”我爷话音刚落，我就感觉头晕，身体不受控制的发晃。我爷我乃和我一样，他们也都站不稳。就在我感觉要晕死过去的时候，我听见一个空灵的声音：“游戏出问题了，立刻修补。”等我再次睁眼，我看见一张放大的羊脸，我猛地坐起来，发现自己在羊圈里。老山羊嘴里咀嚼着干草，正盯着我看。他看我的眼神很复杂，像是在琢磨时，我听见脚步声，我扭头就看见我爷进了羊圈，他手里拿着刀，把老山羊牵出羊圈。老山羊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我第一次在羊的脸上看见了嘲讽。我爷把老山羊杀了，我乃急得直跺脚。老山羊已经成精，有了人的意识，你怎么敢杀他？我爷说：“一只畜生，哪有你说的那么邪性？”我的后背泛起一身冷汗。